这里凭什么被称为世界最美小镇？为什么要在夹缝中建造这座小镇？为了到达这里，我们又经历了哪些曲折？实际体验是否值得我们一路的奔波？离开萨尔茨堡以后，纵行四海的这一期，我们来到了世界最美小镇哈尔施塔特。来这里是因为我们视频的女主角跟我说，哈尔施塔特是奥地利必去的地方，网上都说这里是世界最美小镇。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，从上一期视频的萨尔茨堡到这里的火车没有直达，都需要转车，而且中转时间只有8分钟。如果火车晚点，那我们很可能赶不上第2程火车。实际我们到达中转站的时候发现，不仅火车没晚点，而且连站台都不用换，前一程和后一程的火车停的站台是一个站台，只是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8分钟换乘时间很充裕。到哈尔施塔特下车以后，所有人都要拖着行李到岸边坐船，船来之前，所有人都站在车站到岸边小码头的小路上排队等着，没有任何可以坐下休息的地方。到时间，小船才慢悠悠靠在岸边，再慢悠悠开过湖面。虽然冬天是淡季，但还是挺好看的。如果不是住在这个小镇上，船靠岸以后，先把行李寄存在岸边的小木屋里，一定要记好船的往返时间。这个陡峭的山就是阿尔卑斯山脉，小镇就建在山脚下，紧挨着哈尔施塔特湖。目前这里还是居民区，因此随处可以看到标语提醒游客要安静。这里的传统建筑长期以木结构为核心，这种建筑风格属于典型的阿尔卑斯民居，和德国南部、瑞士山区的建筑有共同文化来源。哈尔施塔特冬天雪很多，所以屋顶会做成很陡的斜坡，很多房屋会出现米黄色、浅绿色、木棕色、灰白色、暗红色。尤其欧洲山地气候本身偏冷，所以建筑颜色会主动增加生活气息，更强调人在自然中的温度感。哈尔施塔特最经典的画面里一定会出现那个尖塔教堂，因为小镇建筑普遍不高，所以教堂尖塔会特别突出。这是典型中世纪欧洲小镇结构，教堂是精神中心，房屋围绕教堂，钟楼成为空间坐标。1月份的哈尔施塔特还是挺冷的，来这里建议多穿一点，给我们冻的只能拿 U 型枕充当一下围巾了。这里淡季虽然人少，但是开门的店也少，所以吃饭还是选择不多。吃完饭，我们去了一个新奇又神秘的地方。在这么密集的居民区里，山坡上那栋白墙黑顶建筑，中文常被叫做人骨教堂或者骸骨堂。这个地方本质上是一个纳骨堂。我们专门沿着小路一路爬楼梯到这里。外面的小院子是精致的墓地，里面保存着大量真人头骨和骨骸。听说在过去欧洲基督教传统里，人去世后通常土葬，但哈尔施塔特墓地太小，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做法，先把逝者埋葬，多年后尸体自然腐化，再把骨头取出，对头骨进行清洗、亮白、绘画，最后放进纳骨堂保存，这样墓地就能循环使用。所以这里的人骨教堂并不是猎奇建筑，而是一种空间有限下的生存方式。最特别的地方在于这些头骨不是随意堆放的，很多头骨上都画着花朵、十字架、树枝纹样、名字、出生与死亡年份，尤其常见的是花环图案，在欧洲传统里象征着生命循环、灵魂安宁以及对死亡的纪念，因此才出现这种特别的现象，让人感觉这里并没有刻意回避死亡，反而像是在认真记住每一个人。在很多东欧、中欧山区村庄里，人们对死亡的理解不像现代都市那样隔离，死亡不是被隐藏起来的东西，它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教堂、墓地、村庄、湖泊、住宅经常就在一起。这里最重要的历史其实是盐，就在距离这个小镇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盐矿，有7000年以上历史，被认为是欧洲最古老的盐矿区之一。听说在欧洲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学研究中，中欧地区存在一个重要文化类型，即以奥地利哈尔施塔特遗址命名的哈尔施塔特文化。这个盐矿才是真正让哈尔施塔特诞生的原因。很多人以为哈尔施塔特是因为湖景出名，但从历史上看，不是因为风景先有了小镇，而是因为盐，这里才有人类长期定居。甚至可以说，没有盐矿就不会有今天的哈尔施塔特。今天盐很便宜，但在古代盐几乎是白色黄金。哈尔施塔特的盐矿已经开采了7000多年。
它被认为是欧洲最古老、持续时间最长的盐矿之一。古代很多山区村庄都很贫穷，但哈尔施塔特不一样，因为盐矿贸易，这里很早就和欧洲其他地区建立联系。盐会沿着多瑙河流域、阿尔卑斯交通路线以及中欧贸易网络不断运输，所以虽然它地理位置偏僻，却长期拥有财富和文化交流能力。这也是为什么一个这么小的地方会在欧洲考古史上这么重要。现在游客去盐矿最经典的体验之一就是木质滑梯。过去矿工为了快速穿越不同矿层，会直接使用木滑道，现在改造成了游客体验项目。哈尔施塔特的旅程实际体验下来，虽然因为淡季人骨教堂和盐矿都没开，我们只在小镇上逛了逛，即使只看风景也是值得来这一趟的。如果你也把这里加入行程，你会选择哪个季节来这里？最后我们坐上船回到对岸的车站，等待我们这次行程中时间最长的一次火车，开始我人生第一次坐火车跨国的体验。